台湾小，但不要小看台湾。法国很麻烦，我们要走。然后来到台湾，你会发现台湾真的是一个24小时不打烊的地方。我很喜欢小吃餐厅，这也要吃睾丸啊、心脏啊，因为我们法国人其实那些东西通常不吃。大家好，我是法国的风味员，我在台湾14年。我来自法国巴黎，我本来是软体工程师，但是后来我就变成 YouTuber。我在台湾，我的工作就是享受台湾的大自然。是我学生的时候，有机会在不同国家读书。我有在加拿大读书半年，还有芬兰读书半年。从那个时候，我已经对国外有一个很大的兴趣。我发现每一个人有不同的对国外、对新鲜的事情有不同的感受。我觉得，如果我在一个跟自己文化不一样的环境，我会觉得生活很有趣。在大学的时候，我知道关于台湾，因为法国有跟台湾有一些大学的合作。我那个时候对台湾的了解非常的模糊，然后我记得很清楚，我会弄错3个：台湾、香港、新加坡，因为3个算是一个岛，然后是一个小小的地方，所以我真的完全不知道，我就知道是亚洲的一个小岛，然后生活怎么样，我完全不知道。刚好我们的大学很多朋友都决定要离开法国，可能是这个时代，我们都会觉得法国很麻烦，我们要走。我们去不同的国家，有的去英国，我去瑞典，然后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，他去台湾。他去台湾的原因是他之前来台湾看另外一个朋友，然后他认识他的现在的老婆，所以他那个时候想了很久，然后决定要离开法国来台湾找工作。所以我是因为这个朋友，我也来台湾，带我台湾很多地方玩，他就说服了我也一样住在台湾。到台湾，我开始马上把我的履历表放在网络上的一些网站，找工作的网站，可能1年的时间没有找到工作，我就会去欧洲，但至少有1年的时间认真学中文。我以前是软体工程师，然后我当软体工程师总共12年。我很幸运，我的同事们都是很聪明的人。我关于写程式，我可能不够好，我一直觉得有点自卑，但可能在其他方面我有一些好处，我可以讲话的能力可能比较好，我可以跟美国的 team 当一个就是联络的窗口嘛。到台湾可能5、6年，我开始额外做这个 YouTube 频道。当工程师加 YouTuber， 生活很忙，工程师已经很忙，然后 YouTuber 周末要去拍影片，然后什么时候可以剪影片，只能晚上还有周末。有时候我早上7点半去咖啡厅剪片，然后8点半9点回家开始上班。我无法想象我会继续一辈子这个工作速度，可能1个礼拜工作50-60个小时。所以那个时候我已经决定好，短时间内要有一个比较轻松的生活。我不是想工作到60几岁，为了什么？就是65岁退休，那终于可以享受，但是已经老了。那我已经决定好我会离开工程师的世界，然后这几年都是认真的存钱，为了可以做这件事情，压力不会太大。你需要有硕士，如果有硕士，你不需要工作经验，你要找到愿意录用你的公司，你就可以拿到工作签证。我没有太多的困难，我认识的几个朋友有这个状况，学历加自己国家需要2年的工作经验，所以如果你是有学历，但是你在法国没有满2年，你就毕业就离开，你来到台湾，你发现你没有办法拿到工作证，所以这个需要认真的查台湾工作签证的规则，不要乱来台湾，然后发现没办法。台湾真的是，如果法国人第一次去亚洲，第一次离开就是欧洲来台湾，他会觉得是完全不一样，180度的不一样，什么都不一样，天气不一样，生活的方便，风景，大家的兴趣的文化都完全不一样，那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方面。像我前几天在法国嘛，我礼拜天什么都没开，
礼拜天在法国就是一个空城，除了你在巴黎之外，你在一般的城市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做，每一家餐厅没开，超级市场没开，面包店没开，咖啡厅没开，你只能在家。然后来到台湾，你会发现台湾真的是一个24小时不打烊的地方，你可以不管几点，一定有蛮有趣的事情可以做，可以逛夜市，可以去各种娱乐的地方啊，酒吧或电影院啊，打保龄球，有太好玩了。我很喜欢小吃餐厅，卤肉饭啊，当青菜还是锅贴或水饺，那些很简单又好吃，所以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会去那些小餐厅吃。如果要去比较高级一点，可能铁板烧，然后火锅、烤肉也是偶尔可以去的地方，但主要是小吃。我不喜欢的食物可能是那种味道口味比较重，然后本身我觉得有一点点恶心的一件事情，就是谁要吃睾丸啊、心脏啊，就是我们法国人其实那些东西通常不吃。臭豆腐很喜欢，没问题，皮蛋没问题。我不喜欢的东西都是小细节，比如说餐厅的冷气太冷。7-Eleven 冷气太冷，电影院的冷气我需要带我的外套，就是我会很讨厌。为什么我们不需要省电吗？为什么我们不需要那么冷，还是硬要放那么冷的？那是其中一个。可能另外一个是很多人在人行道骑机车，而且问题不是骑机车，是骑很快，像不在乎人性的。你已经在一个不该在的地方，我可以接受，但是你至少要小心一点，要慢慢来。当然，我觉得我们都在某一些时间会可能在人行道为了停车之类的。至少我这样做的话，我会把一个脚放在地上，算是我会帮他走一点点，然后速度很慢，是种礼貌，就是 OK 你在做一个不该做的事情，但至少有任何人你会听着，然后你会让他感觉到安全。我从来没有想离开台湾。我们现在的计划是住在台湾，但是也有想过可能在1-2年内会花一点点时间短期住在不同亚洲国家，因为刚好我现在是 YouTuber， 我的生活很符合。我觉得如果这辈子要体验环游世界，那就是现在体验这个，但这个算是一个短期的计划而已。我第一个会问的是要多久，因为你来台湾1个礼拜跟你来台湾可能2个半礼拜是完全不一样。如果你只有1个礼拜，你只能看一些重点，你没有办法深入，所以1个礼拜可能要去台北的很多地方，可能是九份，可能是乌来，可能是宜兰，可能是就没办法花你所有的时间在坐火车。如果你2个多礼拜，那你更多的选择，我会建议你去其中一个离岛。体验真的，因为我自己来台湾的时候，我去澎湖，我真的觉得哇，我在全世界的另外一边的一个小岛，就是哇，我在哪里？然后在晚上沙滩上看星星，我觉得哇，我离我的国家超远。我的第一个比较成功的 YouTube 影片，我说了一句话，我觉得我可以再用一次，就是我说台湾小，但不要小看台湾。来台湾的时候，我有一个墨西哥朋友，我印象很深刻。他知道我要来台湾2个礼拜，他跟我说：“你为什么要来2个礼拜？这么小，5-6天就好。”那时候我还没来过台湾，但我已经有点生气。他不知道台湾怎么可以说这件事情，所以真的是不要小看台湾。它是一个小岛，但是你看我在台湾14年，很认真的探索整个台湾，还有很多地方我还没去，还有很多一定要做的事情。所以台湾小，但是完全不会无聊。想到法国的食物，比较会想到法国很高级的食物，但那些不是法国人常常在吃的。所以如果问我一般法国人吃什么，我们会吃马铃薯、意大利面、披萨。